北京的房子终于撑不住了。2025年7月，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据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所有中国购房者的心口。北京二手房环比跌幅全国第一，足足负1.1%，上海紧随其后，跌幅排在全国第三，深圳、广州也榜上有名，位列前7。曾经被视为中国最坚固的楼市金钟罩的北上广深，居然集体领跌，率先崩塌。这不是冰山一角，而是堤坝决口。过去几年，多少人坚信一线城市房价不会跌？多少人把北上广深的房子当作最后的避险港湾？如今，一切神话破灭了。当北京的二手房价格环比下挫1.1%，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波动，而是全中国楼市的风向标。因为一线城市代表的是信心，信心一旦崩了，2、3、4线城市更是泥沙俱下。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2025年7月，全国二手房价格指数环比下跌0.7%，这是连续第12个月下跌。而在过去1年，已经有超过80%的城市二手房挂牌价出现下调。更可怕的是成交量。贝壳研究院披露，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在7月同比大跌35%，上海下跌32%，深圳下跌28%，广州下跌30%。换句话说，不仅价格在跌，买家也彻底没了。市场正在迅速冻结。彭博社的独家报道进一步揭开了这场惊天闹剧的幕后。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部门已经要求包括中国信达在内的央企、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动用央行去年拨付的3000亿元资金，去收购开发商卖不出去的房子。注意，这不是修路，不是建厂，而是让央企去当接盘侠，消化超过4.08亿平方米的过剩住房库存。4.08亿平方米是什么概念？按照中国人均居住面积约42平方米计算，这相当于可以容纳近1亿人居住。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库存已经严重到必须动用国家队来兜底。这是一次以央企为杠杆的资产回收，试图拖慢房地产泡沫的崩溃速度。可现实是，3000亿资金根本不够。4亿多平方米的库存，按照1平方米1万元的均价计算，总价值超过40万亿元。央企的钱只是杯水车薪，救不了市场。更糟糕的是，钱即使砸下去，也未必真能解决问题。2023年以来，央行曾2次推出类似的购房贷款支持计划，但实际贷款发放率不到6%。换句话说，没人愿意真掏钱接盘。更阴森的是政策背后的逻辑。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正在秘密研究所谓房产公有管理和国有住房租赁体系。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对，就是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翻版。房子原本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财富载体，是数以亿计中产阶级唯一的安全感。如今，随着央企入场收购，地方国企打包接盘，这些资产正一点点去私人化。未来可能出现的景象是，房东不再是你，而是政府和国企。到那时，你的居住权将不再取决于钱包，而取决于政治表现。这就是所谓的财富归零工程。8月15日，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经济数据更是雪上加霜。零售销售同比增长3.7%，远低于预期的4.6%，环比创下今年新低。消费意愿彻底凉透。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低于市场预期，创下去年11月以来新低。固定资产投资前7个月同比仅涨1.6%，不及预期的2.7%。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暴跌12%，创5年来最差纪录。新建住房价格连续2年停滞，
7月同比再跌 2.8%， 再加上煤炭产量同比下降 3.1%， 这是2020年以来最差水平。这些数字不是冷冰冰的统计，而是赤裸裸的现实，工厂在停产，商场在关门，项目在烂尾。更惊悚的是，恒大集团终于撑不住了。8月12日宣布将在25日退市，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龙头彻底坍塌。前100家房企的新房销售已经连续2个月同比暴跌超过 20%。房地产这个占中国 GDP 1/4的支柱产业轰然倒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场生不如死的困局。如果买房，价格在跌，房贷在涨，资产迅速缩水；如果不买房，未来租赁体系全面国有化，租金和权力掌控在政府和央企手里。这就像一场赤裸裸的收割游戏，不管你选哪条路，最终结局都是财富被榨干。而这一切正发生在2025年的盛夏。当北京、上海的房价开始领跌时，这不仅是楼市的病危，更是整个社会秩序的病危。因为在中国，房子早已不是单纯的居住空间，而是压在每个家庭头上的债务枷锁、财富幻觉和最后的赌注。一旦这根支柱崩塌，所有人都会被埋葬。房地产不仅占中国 GDP 的1/4，更牵动着上下游超过60个产业链，从水泥、钢铁、玻璃到家电、装修、建材，几乎每一块砖头背后都对应着工人的饭碗。如今，这条链条正在断裂。2025年7月，全国建筑业就业人数同比减少120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中小房企倒闭潮加速，仅7月就有超过300家地产相关企业注销。建材行业，中国建材集团内部披露，今年上半年利润同比下跌 48%， 是上市以来最惨烈的半年报。失业潮不是冰冷的新闻，而是具体的悲剧。在广州增城，工地停工，大量农民工被迫提前结算工资后遣返，很多人连路费都凑不齐。在郑州，地产中介公司一夜之间关门，员工的最后一笔提成被拖欠，几百人集体讨薪。在北京通州，装修公司老板叹息，半年没接到像样的订单，工人一个个跑去送外卖了。楼市的崩塌不只是业主的资产缩水，更是几千万人的饭碗破碎。过去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几乎都是靠房子撑起来的。买一套房，身价100万；买2套房，资产1000万。多少普通人以为只要咬牙背上贷款，就能一夜之间跻身上层。然而，2025年的现实是，北京通州某小区业主2021年花800万买的3居室，如今成交价跌到650万，还卖不掉，相当于3年蒸发掉150万，等于一个普通白领20年的积蓄。深圳龙岗一套总价500万的刚需房，业主降价到430万，也无人问津，还要继续还每月近2万元的房贷。上海浦东不少学区房断崖式下跌 20% 以上，家长们才惊觉，连教育投资的护城河也塌了。中国社科院一份内部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居民资产中高达 70% 集中在房地产。一旦房价持续下跌，中产阶级将失去几乎全部安全感。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最大的幻觉——房子等于财富，正在被粉碎。更可怕的是未来的趋势。当央企下场收购房子，最终构建的是国有住房租赁体系。这意味着以后租房的人也不再自由选择，房东将是政府、国企或红色资本。租金定价权、合同签署权，甚至续租权，全掌握在体制手里。在这种体系下，你以为不用还房贷就轻松了吗？错了，你得看政府脸色。你的住房权将取决于你的政治表现。一句话，
未来中国人要么做房奴，要么做正奴。楼市崩盘，消费立刻受到冲击。2025年7月，零售销售同比仅增长 3.7%， 环比更是创下今年最低。表面上数字还在增长，但背后是全民消费欲望的冰点。麦肯锡一份调查显示，超过 62% 的中国城市家庭计划在未来12个月减少大额支出，其中推迟购房和缩减装修排在第一位。当房子不再是财富，家庭财务全线收缩，商场里的人气自然消失。全国汽车销量7月同比下跌 14%， 新能源车更是连续3个月负增长。家电市场，格力电器半年报显示，净利润同比暴跌 30%。餐饮业，海底捞门店人均消费金额创下5年来最低，连靠消费升级生存的火锅店都陷入寒冬。这就是连锁反应，楼市一倒，整个社会的消费神经瞬间冻结。过去中国人买房靠的是信仰，只要咬牙买下去，总有一天会涨，总有一天会翻倍。可是2025年的今天，这个信仰破产了。楼市的下跌不仅让人失去钱，还让人失去希望。年轻人不敢结婚，因为连首付都不敢交；家长不敢投资教育，因为学区房已不再是护身符；老人不敢花钱养老，因为担心孩子房贷断供，随时需要救急。躺平不再是年轻人的选择，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状态。最可怕的是，房子跌价并不是财富的消失，而是财富的转移。央企、国企、红色资本以极低的价格收购民间的优质资产，中产家庭辛苦几十年积累的房子，最终可能都落到体制手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财富归零运动，到最后普通人被迫清空资产，只能乖乖交房租，而国家和权贵阶层坐拥大量廉价收上来的核心资产。表面上是救市，实质是收割。2025年夏天，中国房地产彻底病危，北上广深领跌，全国房价全线下挫，央企被拉下场接盘，房子悄然去私人化，中产阶级财富蒸发，消费崩塌，失业潮汹涌，社会信任土崩瓦解。更可怕的是，这一切还只是开始。未来，中国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房子不再是财富，而是枷锁；社会不再有向上的希望，而是全面坠落。房地产的崩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将撕裂整个社会结构，摧毁中产的梦想，最终让14亿人的未来陷入无尽的黑暗。2025，中国的楼市已然病危，中国的未来正在病危。